说真的，这些年台湾一直在发展不对称战力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豪猪战略。潜艇与战斗机这种装备其实并不适合发动不对称战争，因为这类型武器不仅在不对称战略中作用不大，而且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来建造。当你拥有的资源比较有限时，就需要考虑资源的合理分配。不对称战略意味台湾需要大量小型和廉价装备，例如先进无人机系统和机动雷达，又或者低成本短程精确制导弹药和机动岸防巡航导弹等。所以近些年，台湾编列了许多预算来发展各种不对称武器装备。就在上个月，美国宣布将向台湾提供新一笔军售，这里面就包括火山车载布雷系统和相关装备。这次美国军售的主要项目包括火山车载布雷系统、10吨重型增程机动卡车、M87A1 布雷罐、M88 罐装训练弹药、M89 训练弹药与相关设备、操作与维护培训等。诺斯罗普公司和奥什克什公司将成为此次军售的主承包商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是拜登政府首次向台湾出售新的武器系统。在拜登上任之后的前7次军售中，曾宣布以军售方式向台湾提供自身没有的 M109A6 自行火炮，但后来以产能不足为由叫停了军售。接下来的6次军售都属于作业维持，并未向台湾出售新的武器系统。此前，台湾陆军为了增强防御能力，在2016年提出的兵力规划案中，已经将陆上机动布雷系统列入。陆军还曾委请中山科学院对其建案评估。中科院在参加波兰国防展中进行多项技术的巡商，当时对波兰自主研发的 Baba-Bucket 车载布雷系统相当有兴趣，也曾考虑过以技术转让合作在台湾组装生产，但考虑到当时环境严峻，台湾并没有对中科院提出的构想进行采纳。而且当时陆军选择优先更新 M1A2T 坦克标枪、剑2野战防空、海马斯火箭炮以及 M109A6 自行火炮。但随着局势发展，台湾开始积极推进不对称战略，于是陆上机动布雷系统列为了优先筹购的装备，就如同海军筹建具有自动化布雷的快速布雷艇，运用潜水布雷扩展阻绝纵深潜。陆军也需要在浅滩地区运用快速布雷系统，这类武器具有机动性高、散布面广、作战人员少以及作业速度快等特点，能有效缩短阻绝设置时间，达到机动快速设障，使敌方登陆部队行动迟缓。在过去，陆上快速布雷系统大多是履带车搭载地雷发射器，例如 FV432、range 个散撒布雷车等。但履带式底盘维修成本高，并且机械复杂，所以近些年各国研发的车载布雷系统基本都会选择8×8重型战术卡车，搭载自动化的地雷发射器。优点就是可以根据车辆时速调整发射器角度，快速布设不同面积密度的战防雷区，以此来延缓敌军装甲部队。作为台湾构建不对称战力的重要一环，陆军以9镇项目为代号，从2022年开始向美国求购火山机动布雷系统，预计编列总预算高达49亿元新台币。火山布雷系统是冷战时期的产物，拥有空中与陆地投放2种版本。各国在签署以反人员杀伤雷为原则的渥太华公约后，美国将这套快速布雷系统封存。在2014年，俄军并吞克里米亚半岛后，重新正视俄国威胁的美国陆军重启封存火山布雷系统。根据搭载平台的不同，分为不同的型号。M136 属于空中布雷系统。M136 目前美军是以最新版黑鹰 UH-60M 作为 M136 布雷系统的载具，但加装 M136 的黑鹰已接近最大起飞重量，导致飞行速度缓慢，也无法在机门两侧安装自卫用机枪，因此需要 AH-64 攻击直升机护航。M139 则是属于陆上机动布雷系统，以重型军用卡车为平台，可以进行快速机动布雷。台湾表示，9镇项目准备采购的是火山系统的车载版本，计划配套采购的地雷属于战防雷，而非人员杀伤雷，因此不抵触相关条约。根据美国五角大楼的声明，军售包括14套 M139 火山陆上机动布雷系统，
这套系统又由 M139 分配器、M87A1 地雷筒和安装硬组件组成。目前美军的 M139 布雷系统以现役 M977 重型卡车为平台，但其实平台并不重要。火山布雷系统的核心就是 M87A1 快速布雷管，其内部可以携带6枚特制地雷，可由布雷管内的推进剂进行抛洒布射。M139 分配器就是控制布雷区域密度的中央控制装置。分配器由安装在分配车辆上的4个发射架组成，每个机架最多可以容纳40个 M87A1 地雷筒，所以分配器的最大容量为960枚地雷。火山布雷系统旨在实现快速铺设大片雷区的能力，可以在移动的同时从预装储存罐发射大量地雷。在效率最高、速度最快的时候，该系统可以在4分钟内建成宽1公里、布雷密度为每平方米 0.72 枚反坦克地雷的雷场。如果利用空中平台的话，只需要20秒便可以完成任务。该系统既可以布射反坦克地雷，也可以选配反人员地雷，可以快速建立侧翼防御缓冲区，起到掩护己方部队的作用。美军一般会在单个快速布雷管的内部采用5枚反装甲地雷和1枚反步兵地雷的混搭方式，配备的是 BLU-91B 战防雷与 BLU-92B 人员杀伤雷，这样可以避免敌方利用工兵快速扫雷。不过在2017年美军重启火山布雷系统后，已经将原先混在地雷筒中的人员杀伤雷全面更换为反坦克雷。台湾陆军计划采购的 BLU-91B 战防雷，这是一种炸敌甲地雷，外形为扁圆形，直径为140毫米，装有 0.8 公斤高分子粘结性炸药，配用磁感应引线。当坦克从地雷上方通过时，不用直接压触到地雷，磁感应引线便会做出反应，引动地雷炸毁履带或者击穿底部装甲。同时，高速飞散的装甲破片还可以对车内成员与设备进行杀伤。以往布置地雷最怕战争结束后没有移除地雷，就像现在的越南一样。为了进一步提高安全性，所有反步兵地雷和反坦克地雷都设置有定时自爆装置，可以设定4小时到15天，有效防止残留的地雷误伤平民。不过，整个九镇项目并没有提及使用台湾自己生产的地雷，所以陆军在引进 M136 陆上机动布雷系统的时候，估计是将 M977 重型军用卡车快速布雷管到专用地雷全部引进。陆军考量向美军购买现役的 M136 布雷系统，是因为作战能量有保障，再加上 M977 重型机动战术卡车也运用在爱国者防空系统的导弹发射车。台湾已经有用维修的能力，经过重重考虑，所以台湾才会决定采购这套武器系统。此外，根据美国采购管理系统的资料显示，美国陆军将采购国际野战炮兵战术数据系统，并将其提供给乌克兰、台湾以及拉脱维亚。其中，台湾将获得16套 RFATDS， 是先进野战炮兵战术数据系统的国际出口版本。自1995年以来，一直在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服役。这是一款多兵种战场管理和决策支持一体化系统，用来满足21世纪部队和联合作战对火力支援指挥与控制的需求，属于美国陆军战术指挥控制系统的火力支援分系统。它使用多元信息，利用态势感知数据、情报信息数据和目标数据，来提供有效的目标决策。在战争中，最重要的不是部队、枪支、射弹、导弹、情报的总数，而是指挥官与责任区内所有单位进行单一互动协商的能力，以在特定时间点尽快摧毁某些目标，确保其部队的最佳机动性。对资源的合理利用和通过新的情报反馈调整其行动。与其说 RFATDS 是一种装置，倒不如说这是一种软件支持系统。美国将其提供给台湾，是为了给台湾装备的海马斯火箭炮做配套，通过与海马斯自带的火控系统相结合，能够让整个战局变得立体。以台湾炮兵来说，过去图资是用手画，需要18分钟才能准备射击，透过这系统可及时甚至同步反击，对于炮兵精准打击有相当大的帮助，对台湾炮兵回击、整合战场数据、图资等方面的现代化进步有相当大的提升。
如果这套系统配备给乌克兰之后，有望提高海马斯的准确性、效率和杀伤链速度。IFADTS 使指挥官有能力了解和管理传感器战线，可以及时接收来自记录炮弹飞行的炮兵侦察雷达、观察目标的无人机、拍摄照片的卫星、记录无线电通信的电子情报，以及来自后方从事弹药维修和运送的部队的数据。而且这些数据也不再单独呈现，它将立即显示在某一地区的炮兵指挥官和侦察员，同时还可以处理火力任务和其他相关信息，协调并优化所有火力支援资源的使用，其中包括迫击炮、野战炮兵、加农炮、导弹、武装直升机以及海空火力支援等。用通俗的话来说，这就是一个能沟通各个武器的指挥平台。而俄罗斯联军队没有类似的系统，由于与北约存在显著的技术和组织差距，俄军完全无法复制这一点。但乌克兰却可以凭借这项系统创造优势，为武装部队开辟的优先事项和机会。毫无疑问，这是乌克兰军队的变革，也将是乌军发展的方向。火力军举乌克兰的例子，是为了证明这套系统有多么优越。这也证明台湾拿到这套系统之后，将能大大提升炮兵的实力。你们觉得呢？欢迎评论区讨论一下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就到这里了，我是火力军，咱们下期再见。